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芳华。中共这一回真的是玩火自焚。10月10号，川普在真相社群怒发长文，中国正在发生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变得非常敌对，说的就是中共突然宣布全面封锁稀土。注意，不止中国制造才算，只要你的产品里含到 0.1% 的中国稀土，一样被卡住。这是史无前例的经济核战，挟持全球 AI 晶片链，掐住世界制造业的咽喉。更重要的是，川普的话，这可能会痛苦，但对美国是好事。翻译一下，美中全面脱钩倒数开始。10月10号，稀土新规落地，不管是不是在中国制造，只要含中国生产的稀土成分达 0.1% 或以上，就得拿中共许可。现实是，全球约90%稀土材料长期依赖中国，而稀土是什么？手机、电脑、资料中心、AI 训练、汽车、太阳能板，甚至生产晶片的设备，全都用得到。一句话，谁卡住稀土，谁就能拖慢世界经济的时钟。在中共主动挑起贸易战端之际，川普怒不可遏。我原本预计2周后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与习主席会面，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理由这么做了。在川普看来，中共发出稀土禁令的时机尤其不合适。这一天恰好是中东在经历了3000年的混乱和战争后迎来和平的日子，这是否只是巧合？看来不是，而是中共蓄谋已久的计划，想用稀土挟持全世界，用心险恶，敌意满满，让人惊讶到从没见过。这会让全球市场阻塞，所有国家都不会好过，中国自己更是难过。川普写道，我从未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或许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时机已到。最终尽管可能带来痛苦，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的政策之一是大幅提高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还有许多其他反制措施也在认真考虑之中。川普指出，其他国家也已联系美方，对中国展现出的极度贸易敌意表达不满，说这种敌意毫无预警的出现。在立案调查英伟达之后，10月10号，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称，对美国晶片设计大厂高通展开立案调查，理由是高通收购以色列车联网晶片商 Autotalks 涉嫌违反中共反垄断法。中共曾在2013年立案调查高通，并于2015年认定高通在专利授权和对设备厂商的收费政策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高通开出9.75亿美元的天价罚款，创下中共反垄断处罚记录。消息传出以后，高通股价在盘前交易时段一度下跌近 4%。那么在此之前，中共市监总局2024年12月9号公告，英伟达涉嫌违反中共反垄断法及市场监督总局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英伟达公司收购麦洛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对英伟达展开立案调查。中共市监总局9月15号又公告，经初步调查，英伟达违反中共垄断法，决定进一步调查。当时正值美中在马德里进行第4次经贸谈判，专家指此举是中共利用国内监管工具在国际争端中争取筹码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中共交通运输部称，将对美国企业、组织和个人的船舶收取特别港务费，对停靠中国港口的船舶，只要悬挂美国国旗或美国公司占有 25% 或以上股权，也将被征收特别港务费，用以报复川普政府对中国船舶征收费用的举措。中共交通运输部周五表示，
从10月14号起，这些停靠中国港口的船舶将按每净吨400元人民币的标准收取费用，从2026年4月17号起上调至每净吨640元。从2027年4月17号起上调至880元，并从2028年4月17号起上调至1120元。彭博社10月1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发布初步裁定，设定 TP-Lin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去年，美国政府开始对 TP-Link 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TP-Link 因其与北京的联系，在华盛顿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在其路由器遭受一系列攻击以后，两党议员都表示担心其无线设备可能被中国黑客入侵。今年5月，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汤姆·科顿在内的10多名共和党议员要求禁止进一步在美国销售 TP-Link 产品。据彭博社报道， TP-Link 近30年前诞生于中国，但该公司去年完成分拆，成为2个独立的实体，一个是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尔湾的美国公司，另一个则是在深圳的中国企业。美国总统川普政府10月10号提议，将禁止中国航班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领空。美国航空业者认为，这让中国班机缩短飞行时间、节省燃油消耗以及降低营运成本，形成不公平竞争。美国运输部说，为平衡两国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差距，所以提议禁止往返美中两地的中国航班利用俄罗斯领空。美国运输部这项新提议可能影响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厦门航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的非美航班。华尔街日报10月10号报道，中共对稀土材料的最新限制堪称史无前例，可能会扰乱全球经济，是美中贸易战的一次升级，已经威胁到半导体的供应链。晶片是经济的命脉，为手机、电脑和训练人工智慧模型所需的数据中心提供动力，还将影响汽车、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晶片和其他产品的制造设备，限制其他国家支持本国产业的能力。根据这项新规，如果一家全球性公司销售的商品当中，从中国采购的某些稀土材料占到产品价值的1%或以上，该公司就需要获得中共政府的许可。行业专家表示，科技公司很可能会发现，要证明他们的晶片生产晶片所需的设备及其他零部件的稀土材料价值低于0.1%的门槛，将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创新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迪安·鲍尔说，这些稀土矿物以及提炼它们的能力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中共如果大力度来执行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全球发生一场经济衰退。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向数据中心投入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使 AI 成为一个关键的经济引擎。专家们表示，中共获得对该技术的控制权，可能会让其在 AI 竞赛中迎头赶上，并颠覆世界秩序。智库希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的联合创始人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说，这相当于一场经济核战，意在摧毁美国的 AI 产业。这是中共的一种讹诈策略。他认为中共不会完全贯彻执行该规定。今年以来，中共一直利用稀土在贸易谈判中获取筹码。4月份的限制措施给供应链带来了冲击，推动双方在6月宣布达成贸易休战。前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可以通过加码关税，切断中国获取西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渠道，以及加快建设国内稀土产能来做出回应。半导体供应链之所以容易受到中共这类行动的冲击，是因为大型晶片工厂依赖一个由提供专业设备、复杂工艺流程以及最终封装的企业们构成的生态系统所进行的巨额资本投入。美国、台湾、日本和荷兰的企业彼此协作。
尽管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推出了补贴和其他政策以推动相关进程，但国内稀土产能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稀土对美国 AI 公司是一个真正的痛点。中共对稀土管制的新规将给大型科技公司带来新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在相关领域加大投资。正如川普总统所说，这也许意味着时机已到，对美国将是好事。中共在扰乱世界制造业的同时，中国经济通缩进一步加剧。11长假期间，中国旅游市场上演了一场残酷的价格战。中共官方10月9号公布的数据吹嘘，今年11国内出游人数和消费金额双双创下新高。港媒根据官方数据计算以后发现，今年人均旅游消费金额仅为910亿元，低于去年的人均916.1元，日均消费也只有113.9元，同比更下降了13%。Posh Piker 青旅集团创始人 Mix Xu 指出，今年的黄金周其实更像黄金弱。他表示，尽管旗下位于成都的3家旅社最终实现满房，但不得不将房价下调约60%，因为周边酒店降价幅度更大，竞争太激烈了，好的住宿也在白菜价甩卖。成都在美团平台的旅游消费额中位列全国第2，仅次于南京。然而，根据 Hostelworld 数据，今年黄金周期间，成都及上海的平均床位价格分别下跌超20%，降至80.99元与165.70元。青岛一家酒店经营者王先生表示，由于中秋节被纳入假期，黄金周的天数比往年多1天。但真正的高峰在中秋节6号便已经结束，之后不得不降价60%以应对需求回落。官方数据显示，仅从黄金周期间来看，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幅达15.4%，但如果考虑去年中秋节同期数据，可比收入增速仅为7.6%。广州一位旅社与餐饮经营者尤先生表示，大家都更努力、更忙碌，支出更多，但是利润空间依旧很小。他的餐厅黄金周日销售额从平时的3000元飙升至1万元，但人均消费仅30元。尽管创下收入纪录，但我们4个人忙得精疲力竭，庆功宴都变成了去睡觉。自媒体金融八卦女的特约记者曾在10月6号采访了多位经营酒店、民宿及旅行社的老板，结果这些老板一致反映，今年的长假看着热闹，实际上大家都靠打折降价来招揽旅客，他们的生意不仅不赚钱，甚至还血亏。在号称文艺青年天堂的云南丽江经营民宿的阿斌一脸苦笑，他坦言，几天的流水盘点下来，我的丽江民宿亏大了。据阿斌介绍，他经营的民宿位置很好，往年节日期间每间房价格可涨到1500元以上，今年的节日行情却不妙，一间房降到700元，入住率也是凄凄惨惨。10月2号、3号的入住率还能维持在75%以上，但是到了10月4号以后，就迅速滑落到30%以下。中共一直梦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如今机缘巧合，稀土成了制造晶片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是发展 AI 产业的基础。这让掌握全球约90%稀土材料的中共欣喜若狂，祭出更严格的管制措施，试图卡住世界经济的运行经脉，却堵住了自己的出路。川普总统原本想和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如今正在改变想法。如果在现有的关税水平上增加中国商品的关税，等于是美中经济完全脱钩。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依赖度极高，一旦经济脱钩，中共吹嘘的3万亿外汇储备就会只出不进，人民币也将成为废纸。中国的外贸企业和工厂已经大批倒闭，那些没倒闭的只是还希望着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如今中共亲手断绝了他们的希望。
那些在11长假中感受到凄惨的企业主们，在即将到来的冬天还将感受到真正的严寒。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